当你以为这样的设计已经很蠢的时候，苹果说你等等。嘿，大家好，苹果爹。那苹果现在就是发表了全新系列的 iPad， 还有 iPad Pro， 还有 Apple TV。那它里面的更新内容呢，其实跟先前爆料出来的大致上差不多。那它的时间点也跟 Mark Gurman 讲出来的大致上一样哦，所以不算是太惊喜啦。新的 iPad 像我们现在所期待的爆料出来的这个全新的设计语言，然后 iPad Pro 更新到 M2 的这个晶片，那 Apple TV 就是升级它里面的处理器。那我们就先来讲这个新的 iPad 第10代。这个 iPad 第10代呢，它的价格是向上升了不少。那尤其在台湾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升的更多，因为毕竟我们这边有这个汇率的差别嘛。这个全新的设计语言，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萤幕增大成 10.9 寸，所以就像这2年来的这个 iPad Air 新的设计后，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可是它里面的配备少掉了蛮多。那首先是它萤幕虽然同样是 10.9 寸，可是它在萤幕的这个 P3 广色域上面是拿掉了这一项哦，所以它萤幕的显色跟它的准度就不会像 iPad Air 这么好。那它解锁方式呢，就一样是在电源键上面的指纹解锁键啦。那我个人是没有很习惯这样的用法，我觉得 iPad 这样的装置好像 Face ID 还是方便一点。那在前置镜头的部分呢，他们移到了侧面，所以让你在平常横摆的时候呢，它会是一个置中的方式。那这个设计我觉得是应该蛮适合把它放到现在所有的 iPad 上面啦。可是我们就现在在 iPad 这个比较低规的看到这样的设计。那另外呢，苹果也推出了这个新的键盘的组合，它上面有键盘还有轨迹板，那它是可以这个2层拆装式的方式。那这个好像就跟先前逻辑推出来的非常相似。那它的价格是好像8790，所以是蛮高的。实际上面使用的体验，但苹果第一方的键盘，通常它的相容性跟体验感都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如果以这样的价格差距的话，我们就要来看看说，如果到时候第三方也推出这种产品，或者说以他们现在第三方现有可以支援的话，这个价差到底是买哪个比较值得？那再来呢，它的这个充电接孔的地方终于也改成 USB Type-C， 所以现在这个全新设计系列的 iPad， 而且新设计语言的 iPad 全部一贯都是用 USB Type-C 的接孔，那这个是非常好。我们也知道苹果也是在慢慢走向这一步了。那这边就讲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后，那既然它上面的接孔是 USB Type-C， 但是它在 Apple Pencil 的资源竟然只有支援第1代，对，第1代就是那个它后面是用一个 Lightning 公头来充电跟配对的那一只 Apple Pencil， 就是那一只要用这种方式去充电配对的 Apple Pencil。对，那你会想说，那这样的话怎么去跟现在新一代的 iPad 来做配对跟充电呢？那苹果很聪明，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出了一个转接头，所以你就需要把这个转接头插在 USB C-to-C 的线上面，然后 C-to-C 的线另一头插在 iPad 上面，然后再把这支笔插在这个转接头上面。所以这个设计先前大家已经觉得搞不懂苹果为什么会推出这样的设计，你需要把一支笔插在 iPad 的后面来充电跟配对。现在这个你全新设计改版之后，应该是一个很棒的时机，把这个旧的不对的设计、不好的设计把它一并改掉。但是苹果为了不管是清库存或是切割产品线，居然保留下了这个东西，可是又造成更多的麻烦。所以相对先前的 iPad， 其实这台 iPad 在使用 Apple Pencil 配对充电上面其实是更加的不方便，等于你出门你一定要确定你有带这一条充电线跟这个转接头。那我会这么好像很不开心，也不是到不开心啦，就是觉得，因为苹果一直在强调每次他们有什么东西，他们强调他们的环保，对环保的注重嘛。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一次这个新产品推出来的时候，可以为了产品线切割跟利润的部分去制造出更多的电子垃圾呢？然后又让这种不方便的用法跟要另外去制造出电子垃圾的这个行为，又要再向下延续非常多年。那我个人推不推荐买这一台 iPad 呢？其实你看它这个价格的策略它定在14900，那你可能加一点上去就是 iPad mini 的价格。那 iPad mini 它又支援 Apple Pencil 第2代，可是它萤幕比较小，那你可能在看上去又再加个几千块，又是到 iPad Air 的这个阶级。那它当然有更好的萤幕更多的周边产品的支援，然后又支援 Apple Pencil 2，所以使用性上当然也会是更好。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买这一台 iPad， 可能是要给小孩子使用或者家里使用，当一个娱乐机使用的话，或许你可以去找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还在流通的新的 iPad Air 的第4代，或者是 iPad Air 的第5代。那其实他们都有还不错的折扣那不管是4跟5，然后我们讲第5代好，它里面又是配上
M1 的处理器嘛。那相对这个使用 A14 处理器的这一台，我觉得是好非常多。不管是在未来对 iOS 更多系统更新的资源、软体更新的资源，或是未来对更多种不同类型的 App 的资源来讲，当然是使用 M1 的处理器会更好。那我相信其实市面上有蛮优惠的价格，所以在这样的差距之下呢，我觉得经济状况如果允许的话，还是会去买到 iPad Air 会是比较划算。那也或许苹果这次推出这一台 iPad 就是当个牺牲塔呢，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那非常可惜啦，我觉得有些部分我开心看到它也升级到 USB Type-C 这个新的设计，全萤幕的设计语言，但是对 Apple Pencil 这种资源方式，然后又制造出更多的电子垃圾这一点，就让我不太能理解。OK， 好，那我们就来讲下一个可能比较多人关心的重点，就是 M2 的 iPad Pro。那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更新，就是里面处理器的更新，然后加上一些小功能的进步啦。那它尺寸一样是11寸跟12.9寸，那没有像先前有人讲出来说可能会有动态岛啊，或是它的刘海可能会出现啊，萤幕的占比可能会更大，这些部分是还没有，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小幅度的处理器的更新。但是萤幕的部分呢，这次还是只有12.9寸的那一台使用 Mini LED 的萤幕的，所以你要一个最亮最好的萤幕，你还是要买到最大台的 iPad Pro。那我个人觉得那个尺寸，然后如果再配上键盘这些配备，它的价格跟它的重量的话，我可能个人还是比较偏好就去买一台 Mac 会比较方便。但是这个每个人使用的情况不一样。那它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它支援拍摄 ProRes 影片的规格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样讲啦 ，iPad Pro 本身它上面配的镜头也不是算是最好的，那它也没有什么长焦镜头啊，它就是一个主镜头一个超广角。到底有多少人会在上面拍 ProRes 的规格？那虽然某方面讲回来，你有一个那么大那么漂亮的萤幕，然后里面有个 M2 的处理器，在你拍摄完这些可以直接在上面剪辑来讲，感觉起来好像又比在 iPhone 上面拍，然后你传输档案传输不出去的这个部分讲起来好像有点合理，但是同时它又没有比较好的镜头。那我们要去想说，如果真的会去拍摄到 ProRes 规格的这一些创作者，或是这一些专业的影像使用者的话，他们会不会甘于用 iPad Pro 上面的镜头来拍摄，或是会不会甘于只用 iPad 来剪辑影片？那这个我就觉得可能性很小。那反正它就是有了，那可能就是多一个东西让大家可以去使用吧。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更新的，就是他们在这次 Apple Pencil 多了一个可以在上面浮动的时候，就你可能不用触控到萤幕的时候，它就可以感应到 Apple Pencil 的存在。那并不只是感应到 Apple Pencil 在上面，它也感应到说这个笔斜的角度是怎么样。那这个在你平常在画画在使用上面的话，它就有更多广泛的应用性可以去使用它啦。可是要不要因为这一点去升级呢？我觉得再看看。那这个会不会下放到旧款的 iPad Pro？ 那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可是以苹果的惯性来讲，或许它不会这样做。那除非真的是有很重度在 iPad Pro 上面画画这些需求的人，那你可能再去思考说，这样的应用方式会不会是一个你值得升级的理由？那其他部分像是这个 M2 的处理器到底它跟 M1 比起来，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进步？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我们已经有 Mac 的 M1 跟 M2 可以去做对比啦。可是我们也看到在 M2 的 MacBook Pro 上面，因为 SSD 使用的这个组合方式让它的速度可能在有一些配备上面是比 M1 上面还要慢的。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还是要等大家实际出来测试看看怎么样的 SSD 的搭配的规格会让这一台 M2 iPad Pro 使用到一个最完美的状况。但同时你要去想如果真的还是要买到512GB 的 iPad Pro 才能去发挥 M2 的这个处理器的话，那这个价格再垫上去的时候，你可能又会看到 Mac， 看怎样的使用方式会比较划算。那我个人是认为呢，在一台这样的行动装置来讲， M1 跟 M2 的使用习惯、使用方式，那以现在苹果对它的限制，还是没有非常多专业的软体可以在上面使用的话，我觉得它的进步会非常的有限。那我也相信很多可能重度剪辑重度专业需求的人，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去使用 Mac， 因为毕竟它对软体资源度更广。那除非少部分的真的有一些需要依赖这个触控萤幕或是后面 LiDAR 去做一些专业使用的人，或许可以再考虑啦。但是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小部分的人。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你不管使用的是上一代的 iPad Pro 或者上代的 iPad Pro， 我觉得都不太有什么理由为了这一次的更新去升级。那以苹果对这次这个产品新品发表的这个定义来讲，它也没有一个真实的发表会，因为他们自己
可能也非常清楚，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很有亮点的更新，比较算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更新后。那这种情况有没有必要去更新这个过渡产品？大家就可以去想一下。但是如果你是本来就有在等 iPad Pro 的人，你可能知道说现在要推出新的，那当然早买早享受就先去买，需要就去买。那你用得到这个东西会帮你身材改善你的生活的话，你就去买。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更新就是 Apple TV， 那这个更新就是里面处理器的升级了。那这个不重要到苹果也没有把它放进到这次的影片去提到它就是反正有一个图跟你说它有更新 Apple TV， 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次的新品发表大致上就是这样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那大致上爆料先前也都知道了，那可能还少了一些大家期待的东西。那对 iPad Pro 来讲比较可惜的就是说，他们可能有提到说，再来有达芬奇这种专业的剪辑软体会在上面推出。可是关于这些什么专业软体会在上面推出的这个讲法，每一次都会讲到，可是有时候都要等非常久，或是真的推出的时候也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那我觉得以苹果现在对 iPadOS 的限制来讲，我还是不会期待说它在实际使用上真的能去取代你的 Mac。那苹果如果要讲这个达芬奇的话，那为什么苹果不讲自己的剪辑软体 Final Cut Pro 什么时候要在 iPad Pro 上面推出？或许我觉得 iPad 现在处于有点这个尴尬的阶段了，它跟 Mac 又有点太相近。那你同时就像我们先前的影片有讲到，它要拉近跟这个 iOS 的距离，所以这样慢慢的拖延，我们一直没有得到我们心中期待的这个真的 iPad Pro 专业系列的这个产品，或是专业系列的这个软体应用。那这部分或许我们还要再等等咯。OK， 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猎人，我们下次影片见，拜。